帮朋友改了一张图，也是很不要脸的问他能不能改。然后根据他的说法，他说这张图的主题是飞蛾扑火，我是觉得构图上还是很好看的很棒哎。还有他抱着这个乒乓球就很有感觉。开始前先叠一下甲。以上说的内容都是我的自己的经验，还有一些作画习惯。所以也不一定是对的，你刚我就是你对。我的想法也很简单，就只是想要做个交流或者是分享，也希望自己做的内容能帮得到人。我这边最开始就是先看它的素描关系，还有前后。现在这一张图看着就会有点薄，有点飘。我们来看一下黑白关系。一般上这种情况就是素描关系有点太灰了，虽然也会有那种很灰的画风，但是前中后或者是人物每个区块都会分得很清楚。那我这里就是把中间的乒乓球、还有人物、还有背景、还有前景的叶子都分开。这里的分开指的是素描关系的错开，大致上的效果差不多就是这样。我这个时候也只是把图层分出来，然后 Ctrl U 调暗，或者是你要用什么方法调暗都可以，或者是你有其他的方案，你要后面亮前面暗或者是后面鲜艳前面很淡还是怎么样。只要你能分得出前面、后面，或者是说主体，或者是其他的配件，你都要分块去做，那你图里的东西就不会感觉粘在一起。调整完整体氛围，我就开始调它的人体了。头的话，我就让它更躺在这个乒乓球上面的感觉，然后就到小臂。小臂的话，就是有一点太短了。我知道你想要做那种透视，从前到后看，但是太麻烦了，懒得弄，就改了一个比较平行了。这里就在找这个乒乓球发的光。照到身体的切光，这种就可以大胆一点，就是你可以切出一些形状，肌肉的形状还是怎么样。然后这个飞蛾女的两个大白腿，因为在图里的面积很大，所以是可以用来做构图的引导了。这里就大概说明一下我的想法，因为现在这两条白萝卜它就是有一点往下降的感觉，所以它的构图的趋势就好像会往下落，不懂啦，也不懂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看到一样。然后这里我就把它的腿稍微的掰去左边一点，这样的话它的构图趋势就有一点回旋的感觉，因为中间又有那个乒乓球嘛。它就好像可以一直轮着看，当然后面的布料也是能做一点趋势，当然我也是吹的比较厉害吧，我的构图很差了，所以可以多花一点心思在构图上。然后这里就开始动一下背景，因为之前的背景就有一点比较重复，然后排列的方式。其实背景的话，你就可以用画头发的思路，就是每一个不管是树枝或者是树叶，你都不要好像重复的形状。就是用各种不同的形状、不同的前后来堆叠，它就会看起来很丰富。然后这种背景画起来会比较微妙，因为这种氛围下，它画起来全部都是低对比，就是它不会到很暗，不会到很亮就是慢慢找。这种树和树之间的缝隙也是可以做一些效果，你可以用一些纯色，好像用一些橙色还是什么颜色对，就让整张图更有看点嘛，或者是说更多颜色。这里就是加重前景的叶子。一般靠镜头越近的东西，它的对比越强烈，也越鲜艳，所以就是可以敢敢的压重一点。然后又到了喜闻乐见的画脸时刻，这边就没什么好说的，找好参考，或者是你会 3D 软件还是什么的，你也可以拿来用，因为打光嘛，你可以很方便。然后也是把颜色弄得更统一一点，比较没那么乱。一般昆虫拟人化都是精灵还是什么之类的，所以就给它加了一个尖耳朵。然后就是头发，这光影下其实头发很好出效果，因为你可以用反光，然后把那个明暗交接线画出来，就是当一个球体在画，其实效果就很快出来了。整理好它的固有色，然后开始加它的高光，然后在亮暗面穿插一点细节，就是一些发丝什么的。这边我就把它的眼睛有一点往下看，然后微张的感觉，就感觉比较忧郁嘛，比较对。就比较有感觉，比较 emo。既然都那么 emo 了，那么就加多2滴泪，美滋滋。Oh yeah！ 把人体收一收，整理一下，其实就是收整齐一些东西，然后就差不多调一下大的效果。可以又是 Ctrl C， 然后调一下颜色，然后再压重一点，加一点蝴蝶。这个蝴蝶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做那种视觉引导，就是构图上面的。但是我画的时候有点忘了，然后就对，如果自己弄的话，可以往那方面靠，然后搞点自发光什么的，就差不多完成了。耶！然后看一下前后吧。后面我就放全过程的加速视频，有兴趣的可以看吧。